上集帶大家深度逛了主導的本村家計劃，還有新美術館。這集要開始進入 Banana House 的世界了。現在要騎車去 Banana House 那邊了。這裡連販賣機都要這麼可愛就是了。約翰美術館的入口是在山路的某一側，你可以在入口那邊停腳踏車，再步行進來。步行進來大概10到15分左右就會到入口了。刚才大家說，約翰美術館跟黃南瓜那邊是沒有辦法騎腳踏車進去的，車子也不能夠進去，所以那一段必須要徒步走。如果你今天這一段你不想用走的，你想要搭車的話也可以，但那個接駁車的話還有費用。目前的話是大人是300塊，那如果是走路的話，我現在這樣走大概真的10分鐘左右就可以從李宇煥美術館走到 Banana House 了，所以看你要不要等那個接駁車咯。到了。李宇煥是出生於韓國，在國際上享負盛名的藝術家。作品呢，通常使用簡單的材料，像是石頭、鐵、紙、玻璃等，限制過多的創作，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物質本身的特性和空間的關係。所以美術館內的作品呢，做了非常多的留白，有着極簡的美學。半地下的美術館也是安藤忠雄特別為他打造的建築，這也是第一座以他個人名義成立的美術館。外面這邊有一個他非常有名的作品《無限門》。我覺得他的藝術作品都蠻抽象的，你可能乍看之下會不太知道什麼意義。可是我覺得藝術作品有趣的地方就是當他把一個東西擺在這裡之後，你就會特別走到這個地方去看這裡的景色，有點像是一個敲門磚嗎？引領你走向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世界的不同的角落。美術館是在那個地方，但是你從那邊走下來之後，通常如果沒有這個藝術作品，你可能就會直接往那邊走，但是因為多了這個藝術作品，你就會走過來這邊看這片海。我覺得這也算是藝術作品存在的意義吧。這裡的門票含在貝勒生之家裡，入口處不太起眼。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因此錯過。裡面一樣不能錄影，但可以照相，所以這邊用看圖說故事的方式帶大家欣賞。一進去，首先會先看到漂浮在水上的數百顆鋼球，就是草間彌生的自戀庭園系列作品。鋼球呢會隨着風在水面上飄動撞擊，發出空空的聲音。有一種很微妙空靈的感覺。再往上走會看到小澤剛的爐渣佛像88，這組作品呢取自豐島上的工業廢棄爐渣製成。88座佛像的數量靈感則源自四國遍路這個有名的巡禮信仰中，必須拜訪88座寺廟演變而來，呼應這塊土地上的傷痕、歷史與環境的經歷。那除了水池邊，在一廊前的庭園呢，也有無數個鋼球可以靠近欣賞。拍照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我是聚光焦點的感覺。接着又是一棟安藤忠雄的建築，採用半開放式的設計，引入風、陽光和雨水。回字形的設計沒有過多的指標，沿着走廊盡頭就能看到沐浴在日光中的鋼球。明明是靜態的，但在階梯上的效果卻有一種從山坡上輕輕地爬了下來的感覺。然後轉身就會看到回字建築中間原來也是一個展場，清水模的角度會在光線正好的時候切出一道斜陽。我覺得很漂亮，又是一個大師和大師用藝術品和建築碰撞的精彩創作。順帶一提呢，這裡也是在新美館開幕前，安藤忠雄在島上最新的建築作品哦。從李宇煥美術館走去 Banana House 的路上啊，有一個岔路，走下來之後，居然還可以看到不在今年那個藝術季的作品名單裡面，那應該是之前 Banana House 他們的邀請的藝術家作品，是蔡國強老師的作品誒。這是基於風水原理設計的作品，利用中國太湖石調節能量流動，並且在能量集中的龍穴設置浴場，在特定季節開放貝勒生之家的住客付費體驗，超級酷！再往下走就可以看到海了，超漂亮！好久沒有到海邊踩沙灘了，好開心啊！哎，真的沙灘真的超漂亮的，海超級藍，是那種翡翠綠嗎？很清透的藍色，超漂亮！大家如果有來指導的話，因為這邊有很多的海灘都是可以直接下去，所以大家會踩踩浪哦，超舒服的。只是鞋子裡面全部都是沙子。下一個是貝勒生之家，也是貝勒生集團1990年代在指導的第一個據點。毫不意外的，這也是安藤忠雄的作品之一。很特別的是呢，這裡不僅是美術館，也是旅館。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蠻想住住看的。
不只可以享受房客獨有的夜遊美術館，而且還可能可以住到曾經是某個大藝術家住過的房型哦。館內的藝術品呢，大致可以分為前期集團採購邀請和後期1994年舉辦的界外展展品。前者大部分安置在室內，例如須田月紅雜草、理查德龍瀨戶內海雅芳河的泥之環、雅尼斯庫奈里斯無題跟布里斯瑙曼的生死100等。後者呢，則呼應展覽主題，都在館外，包括山本博司的攝影作品 Time Exposed、安田侃的雕刻作品天密等等。其實每個作品背後的故事跟設計手法都很有趣，比如說長在清水膜間帶有戲謔感的雜草是用木頭制成的，無題呢是使用島上的廢棄物和居民生活用品做成的鉛板卷，因為重量的關係會一直下沉，所以現在已經和原本與天花板齊平的高度有點落差了。天密是少數可以親身接觸的藝術作品，溫潤的外形像手掌一樣擁抱每個來到這裡躺下的遊客，欣賞這一塊曾經預計被拿來作為飯店內網球場使用的空間。還有山本博司特別將每一幅照片都對齊海平面，往左右朝着安藤忠雄特別設計的建築缺口中望去，就能對應到瀨戶內海的海天一線。雖然我很愛看這些細節，但全部要介紹的話真的太多了。我把參考資料連結放在資訊欄，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看看。我自己在查資料的時候有一段很喜歡，就是因為安藤忠雄先做了這些建築物的設計之後，後來才找藝術家進駐，然後就遇到了一個問題是，安藤忠雄的作品很厲害，這也是 Banana House 的一大看點。但是要怎麼樣才能夠找到跟他一起匹配的藝術家的作品呢？你要怎麼樣讓藝術家的作品能夠鎮住這個建築物的氣場，而不是被他壓過去？這就是很考驗當時策展人的努力了，所以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了一些很不錯的藝術品，甚至他們有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式，因為畢竟 Banana House 也是可以入住的嘛。他们那時候就邀請了一群藝術家住這邊，然後呢，他們把他們房間所有的其他東西都拿掉，但是留了很多的畫具給他們，特別跟他們說，在這個空間裡你可以盡情的創作，有點像是變相的邀請他們來這裡免費創作的感覺。而且他們也真的達成了這個目的，讓每一間不同的房間都有不同的藝術家創作進駐，我覺得很有趣。然後梨與幻美術館相較 Banana House 來說比較小一點點，我自己逛大概15分鐘左右就逛完了。我自己覺得如果這兩個一定要選的話，可以去 Banana House， 因為 Banana House 不僅比較大，藝術作品也比較豐富，而且有些藝術作品可能是你不一定要理解它的內容，你也會覺得蠻有趣的那一種。所以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的。順帶一提，這兩個館呢都是可以憑着藝術季期間的護照免費入場的，不需要再另外付費。關於這兩棟建築物的一些細節還有藝術作品的介紹，一樣可以參考娜娜師傅的介紹，我真的覺得他們寫得很好。瀨戶內海的海真的超藍超漂亮的，然後今天天氣蠻好的，遠方可以看得到那個瀨戶大橋，超漂亮。沿着 Banana House 旁邊的路繼續往下走，就會到這個地方，那邊就看到南瓜了。這一區啊，基本上都是 Banana House 的住宿者才可以進入的區域。這邊是商店，除了商店可以進去之外，再就是十字會廊那邊可以購票進入，但其他的部分就是宿泊者專用。我這次沒有安排去十字回廊了，但是可以從外面看到山本博司的這個作品，就是它是一個透明的茶室。因為山本博司是藝術家，也是攝影師，所以他這邊有很多他的海的作品。如果特別喜歡山本博司這個藝術家的話，可以來十字回廊這邊看看。再繼續沿着海邊走一小段，就會看到黃南瓜了。為大家示範我獨旅都是怎麼拍照的。就是這麼尷尬，不過其實也可以請排在你後面的人幫忙拍，大家通常都會互相幫忙，蠻可愛的。只是照片的完成度就要看個人造化嘍。跟南瓜拍完了，自己一個人獨旅要拍那個大東西，還要在大家面前，真的是有點尷尬呢。然後在南瓜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鳥居，聽說這個鳥居上面有很多石頭，就是如果你把石頭放在上面的話，願望就會成真哦。我也來放一個。放在面海的這個洞上裡，代替我看這片海。啊，超漂亮！南瓜拜拜。在去之前呢，聽到每一個人都說地中美術館真的超級好看，我現在非常的期待，終於可以進去了。
地中美術館的票是能夠在網絡上面先買的，因為這個館很熱門，所以建議大家先在網絡上面預約會比較好。然後館內是完全禁止攝影的，看起來就是館如其名，它就像建在一個地下的感覺。但實際上他們那時候在建的時候是把這個地方的土全部挖掉，蓋完之後再把這個土覆蓋回去，營造出它好像在地底下的感覺。裡面的藝術作品最主要的話有莫內的，然後整個建築物因為也是安藤忠雄設計的，所以清水模也是這個建築物很厲害的地方。在去地中美術館的路上，沿路都有種非常多的花朵，那些花朵就是為了因應館內的莫內所以打造的。進去地中美術館前會先經過一段斜坡，穿過方形的門後長長的走廊，直到盡頭就會看到大家來地中美術館一定會拍的方形階梯，也是進美術館前最後一處可以記錄的地方。如同前面提到的，地中美術館建築載體幾乎都是在地面下，這樣的設計呢，是為了讓建築對瀨戶內海和指導大自然的地貌影響降到最低。不過雖然在地下，卻利用多處鏤空的設計引入自然光，讓光線隨着時間變換在縫隙間流動，幾乎會忘記這座建築物是在地中了。美術館內呢，僅有3處展示空間，分別展示3位藝術家的作品。首先是鎮館之寶莫內的睡蓮，幾乎可以說地中美術館就是為了它而開始設計建造的。這裡需要換上拖鞋進入，仔細感受的話呢，會發現光影在這裡是柔和的灰調。除了建築的設計讓光線是透過多次的折射進入之外呢，地板上密布的70萬顆倒角鵝卵石也是協調公園的工程，在不傷害畫作的前提下，讓觀者用最自然的方式感受。據說這也是秋元先生當時搜集大量莫內資料，揣摩出他想法後提出的設計結果。就連作品要放多遠的距離觀賞才能夠最貼近畫家所想，展間的角度設計調整也花費很多心力。非常建議大家在這裡多停留一些時間，感受整個空間從遠到近有層次的欣賞這3幅作品。下個展間是上集提到我很愛的南寺作品的同一位藝術家詹姆斯特瑞爾。相較南寺絕對的黑，這裡肯定就是絕對的亮。在主要的展間裡呢，會先看到一小段階梯，館方人員說明完後就會請你往藍色投影幕的方向走，然後你就會發現，哇，這裡根本跟南寺一模一樣，又是在欺騙我大腦的視覺。我們話就先說到這，容我保留這個驚喜給親臨現場的大家。除此之外呢，旁邊還有一個小空間，乍一看會以為是什麼休息區，但其實呢，這也是他的創作之一。利用正方形切割出的天花板，將外面的雲和天空都南刮進來成一幅畫，是和自然共譜的創作。如果有去過金澤21世紀美術館的話，應該會覺得有點熟悉，因為在那邊有一個相同的創作。是不是慢慢覺得藝術和美術館的世界被串聯起來了呢？最後則是要走到地中美術館最底層才能看到的德瑪利亞的作品。超過2層樓挑高建築中間靜置着一塊巨大的花崗岩球體，周圍呢則環繞不同角度排列貼有金箔的木質柱子。他擅長使用不鏽鋼、銅、石材等大自然元素去創作，並且認為藝術是促使觀者去思考地球與宇宙之間關係的媒介，是覺得非常抽象。但後來呢，我發現其實他離宇畫美術館的作品有點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取自自然，沒有多加注解的創作，讓大家自由的去感受、解釋和作品共感。逛完了，我覺得裡面的空間很酷，而且館內其實只有好像3個主要的作品而已，但每個都很有各自的特色。這個東西真的是你要自己親自來自己現場感受它的壯觀跟震撼的。然後在美術館裡面還有一個咖啡廳，那個咖啡廳是館內除了入口之外唯一一個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後那邊有賣一些簡單的輕食，如果想要吃東西的話，可以在那邊休息一下。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點是，在創建地中美術館的時候，所有的空間設計跟藝術家都是在一開始就決定好的，所以建築裡面的設計跟作品都是互相那種感覺，就會很和諧嗎？所以我覺得這是它跟其他美術馆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它的建築設計跟藝術作品是相互合作、互相輝映的，可以進去欣賞安藤忠雄怎麼樣去設計那些清水模的角度、縫隙，是讓它可以剛好透光進來，變成一個很天然自然的光源去照亮藝術品，同時又可以讓這個空間看起來乾淨整潔。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單只看作品或單只看建築都很厲害了，他們還居然可以合在一起，就更厲害。應該也可以說是地中美術館最大的看點嘛。大家有機會的話，記得要來地中美術館哦。最後來跟大家分享我建議的逛島路線。如同上一集提到，因為咖啡廳大部分聚集在本村這裡，營業時間比較短的關係，所以會建議大家先逛加計劃本村跟直島新美術館這一區。我自己嘗試過腳踏車跟步行加公車2種方式，
以腳踏車舉例的話，到本村逛完後，可以從南寺附近的路騎到李宇煥美術館內側的停車場，再步行進去逛 Banana House 到黃南瓜這一區。逛完後呢，再步行返回停車場，騎車到地中美術館，最後再回到港口順時鐘繞完一圈。會這樣建議是因為離 Banana House 比較近的那條山路真的超級陡，要翻過一個山頭，需要下來牽車才能移動的那種。所以非常不建議大家逛完本村後騎到黃南瓜，因為這樣要再去美術館就只能翻過這座大山，或者是回到本村繞路過來。那如果是步行的話呢，一樣可以從港口到本村逛完後，再從直島新美術館旁邊或是農協會前面的站牌搭公車到紫字基座，接着從黃南瓜入口開始逛回去到李宇煥美術館，然後一樣可以選擇步行或者是等公車到地中美術館。都逛完後呢，就能順回公埔港搭船了。當然，如果你預約到地中美術館的時間是一早，或者是呢你沒有想要在本村用餐，想在 Banana House 這一帶的美術館解決的話，把整個路線反過來，逆時針順過去一圈也是可以的。由於直島的美術館真的太多，加上又有來回船班的時間限制，我自己覺得如果是想深入逛的話，真的需要2天以上的时間会比較充裕。如果只有1天，可能就沒辦法都去到，或者是必須要縮減每個點停留的時間了。另外小提醒，地中美術館、南寺、Kinza 因為比較熱門，在旺季的時候都建議要提早至少1個月以上預約哦。希望這支片可以幫助到會去直島玩的大家。接下來還會繼續分享瀨戶內其他小島的跳島攻略，歡迎留言告訴我你最想先看哪個島的介紹。那直島的記錄到這邊結束啦，我們下一個島再見，拜拜。